大家好，有时候想不到的东西真的让人很烧脑。比方说赵丽颖一个莫名其妙换头像动作，懂的人自然不懂，不懂的人毫不在乎。就像敢爱敢恨的申万我，一下子就被这动作给戳到了。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王一博一个秒回的动作，让申万我瞬间就看到了性情中人的最柔软深处。申万我常说，买的真爱，对外表的关注远超内在。然而呢，时光只会因为内在的能量不断发光，这就是申万我经常快意恩仇与别不同的灵魂所在了。因此，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不止快乐，而且还是一把额外成功的灵魂支持。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数据垫底的无名，做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动作，就能帮助王一博完成宝贵的第二课。所以现在，如果王炸弟弟也要王炸姐姐的狡兔三窟，申万我不但不奇怪，还会在铁口上面再镶一道金边。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已经第一时间聊过摁遍王一博天降的2023大锅了。这场压轴大戏本来不需要工作室出来澄清的，结果张艺兴的工作室直接来了一段文案。内涵平台暗讽要凭实力说话，做事需要磊落坦荡。说到底，这也是东方卫视沟通有问题，结果引发了粉丝的不满，艺人的无可奈何。更重要的是，粉丝不该把矛头指向扭转到王一博这边，他也是打动人一枚，就是配合宣传而已，更不想抢占谁的风头。再加上王一博跟张艺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可惜两家粉丝都是慕强的。从街舞上，两家粉丝关系就处于 battle 状态，到了现在，在这么重要的舞台上压轴表演，是实力的证明，更是艺人人气价值的体现，谁都不能抢走锋芒。对于这次的压轴大戏的争论，网络上可谓是吵翻了天，没曾想吃瓜群众看的也是热闹，特别激烈的应该是张艺兴家的粉丝，各种委屈，各种心酸，无处话凄凉的境地，适可而止才是最后的结果。随着张艺兴家的大粉被平台禁言后，这场闹剧也算是偃旗息鼓了。大家不评论谁对谁错，各位站的立场不同，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场闹剧的导火索明晃晃是平台跟资方没有跟两家艺人沟通到位导致的。申万我感觉有一种焦虑，就是信心不足。然而信心不足是有多种解药的，比方说赵丽颖的情商就是打拼10来年从成功走向成功的秘密法宝。而且刚刚进入2023年，她静悄悄的一个举动，立马就让所有走过路过的吃瓜群众吃了问号满满的一顿瓜皮。这次大年初一上映的动画电影《深海》在2023年的1月6日发布真心的笑版角色海报，暗示片中的走心剧情。海底萌物集结，奇幻角色海精灵亮相，足见深海世界的丰富。影片由大圣归来导演田晓鹏历时7年筹制，因前所未见的视效奇观和美学风格出圈。电影《深海》官宣定档后，仅1小时内便登热榜第1，引网友刷屏式期待。此番角色海报共发布6位影片角色，参宿女主南河、男主糖豆儿、糖果儿、有才、海精灵，物种不一的角色，足见深海世界的丰富性与趣味度。其中，原创角色海精灵在其独特的形象背后，是长达2年的巨大制作量。因为海精灵没有固定的模型，需要用模型组合的方式才能达到较好的表演。蠕动效果，仅角色模型就多达27个，通常角色只有1个。变形后整体触须条数更是多达超过500个，动画表演细致至单根触须。值得关注的是，定档预告发布后，国漫粉丝演员赵丽颖不仅把头像换成了深海吉祥物糖豆儿，更连赞10条官微。这种超高频的动作，相信所有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会满脑子惊叹号和问号，对吧？于是乎，有粉丝笑称其追星的样子像极了我本人。此前，深海定档消息在短时间登多平台热搜高位。作为春节档视效大片，深海创新研发的粒子水墨视效将为观众带来大银幕震撼奇观。此次角色海报也传达出希望你的每一次笑都是真心的，带给观众治愈感和继续前行的力量。电影《深海》由田晓鹏执导，10月文化、彩条屋影业出品，将于大年初一全国上映。对标的还有几个更强更壮的对手。申万我值得一提的是，春节档与合家欢
就是赵丽颖放心吃瓜，开心力挺，更换头像的信心了。有意思的是，王一博10年好友龙子嘉爆料王一博的为人处事，称王一博红了之前和红了之后对好友的态度没有任何区别。顺便一提的是，您可以在本频道短视频区搜索一下这位好友的窝心言论，粉红之聊，相当有意思。好友称，王一博当天天小兄弟的时候，二人就已经很熟了。后来王一博红了之后，并没有像有的人一样觉得自己咖位大了不理人，或者觉得这个好友没用了微博取关。红了之后的王一博发消息还是秒回，而且依旧很热心。好友讲到一件特别让他感动的事，还是从好友妈妈口中得知。有一次，好友妈妈的亲戚家女儿因为特别喜欢王一博，于是好友的妈妈就找王一博要签名照，没想到3天后就真的收到了。好友讲到，他并没有因为这是我妈妈，他想从我这得到什么，所以要维护好我妈妈这层关系啊什么的。王一博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就只是因为这是好友的妈妈，所以就理所当然的帮了这个忙。好友讲到，因为自己的身份也是后来有了自己的时尚产业，有的明星会因为他的身份取关，又为了合作再关注什么的。但这么多年，王一博对他的态度一直没有变，就是从这些小细节上看得出，王一博这个人的人品真的很好。新万我关于这些细节，其实天天都在聊，因为细节决定人生，细节见证人品，您说对不？很多人喜欢王一博，就是喜欢他的纯粹，他的表里如一，他的真诚热烈。这样的一个人，相信在哪个行业都可以走得很好。所以内娱圈中喜欢溜粉的，喜欢刷流量的操作，都离不开这位相当实诚的巨星。最近大家都知道，王一博可谓是热度飙升，热搜频频，又是挂在热搜榜上的男人，一天好几个话题，一刻都不闲着。内娱真实打工人现状。就在大家翘首期待王一博电影《无名》上映的之时，没曾想王一博这边已经进组光明之路，大包小包已经进入拍戏状态。好多人说，原本以为王一博是忙着宣传电影《无名》的，没想到人家是进组拍戏了。这2天的热搜可是铺天盖地的，《无名》着实都被王一博的粉丝给整感动了，宣传力度可谓史无前例的热烈。的确如此，作为大银幕首秀，作为进军电影圈的新人，王一博这个天花板级别的流量小生，必须有一个好的开门红，才能让他站稳脚跟，继续开拓在电影圈的发展。话说回来，王一博这次进组光明之路，原著长风破浪，有种让人意外，毕竟已经接拍了不少电影作品，突然扭头回归电视圈，还是这样一部主流题材的民国戏，的确让人感到意外。这算是资源降级吗？其实真心不算。您还记得王炸姐姐回马古偶的时候同款的争议吗？总之，新万我的铁口深疤一天都没落过。其实纵观王一博这几年的戏，居然都是主旋律作品为主，从冰与火的缉毒警察，到热烈长空之王无名维和防暴队，基本上都是正能量加主旋律题材为主线。可见他的规划路线是很清晰的，就是准备做娱乐圈的硬汉。回过头来看王一博进组的《光明之路》这部作品，虽然是电视剧，但是这部作品讲述的还是民国期间金融少年用毕生所学报效祖国的故事，从一个中央银行的小职员逆袭成红色金融家，投身到国家发展行业的故事。这次王一博饰演的这个角色叫魏若来，性格中有3分静气，3分杀气，3分霸气，1分痞气，有胆有识，精明能干，对于数字有异于常人的敏锐度。纵观这个人物形象跟个性，其实跟王一博之前的角色风起洛阳中的百里弘毅有点相似，都是高精尖人才的代表。不过百里弘毅是逐渐人情化，但是魏若来呢，是精明能干类型，跟电影《无名》里的叶密倒是相似度更高。对此，不少人又开始疑惑了，既然人物相似度挺高，这不就是打安全牌吗？都是差不多的角色，没有太多的挑战性，又是类似的角色，有什么好接的呢？针对这种说法，大部分都会有这个想法。不过最近惠英红说了一句，都是演妈妈，可是我却能演不一样的妈妈，每个角色在不同的故事中有不一样的表现跟呈现。的确如此，作为演员，需要的是磨练演技，哪怕是类似的角色，都需要你不停的打磨，
哪怕是同一个角色，也有不一样的表演跟表达，在细节处才能提升自己的演技。不过很多人对此并不买账，认为王一博回归电视圈，再加上这个年纪，居然出演这种题材，并不是很讨喜的题材。他这个年纪最合适的应该是偶像剧，特别是圈粉的古偶剧，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喜欢。虽然偶像剧圈粉，但是无法真正的提升自己的价值。王一博如今已经到了爆无可爆的程度，他更需要磨练演技，提升自己的时候，选择时代正剧题材，对于他未来的演艺道路而言，是非常明智的。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很清晰的。申万我说白了，也是铁口到了铁无可铁的程度了，狡兔三窟的鬼聪明。实在不是任何人都能想象得到的开开合合，进进退退，您说是不？就像赵丽颖的台前与幕后，都是不一样的真实和呈现。所谓可盐可甜，都需要与别不同的眼睛。这次赵丽颖盛装出席了浪琴举办的线上直播活动。作为浪琴全球的形象大使，出席直播中是必然的了。赵丽颖是特别受欢迎的女星，长得俏皮可爱，一双灵动的大眼睛特别讨人喜欢。这次直播间也是人气爆满，都来助阵。这次赵丽颖的衣品依旧刷出了不一样的养眼和味道。酒红色泡泡袖连衣裙让白色的肌肤异常抢眼，您发现没？所以申万我甚至2秒钟移不开眼睛。活动中赵丽颖盛装出席，身穿酒红色连衣裙，看起来特别温柔甜美，泡泡袖设计更显减龄。在直播间举手投足都是那么清纯可爱，颇有邻家女孩的味道。低胸领口设计秀出美丽的天鹅颈和迷人的锁骨，肤色白皙水嫩，扎低丸子头，中分刘海，五官精致，眉目如画，举手投足尽显优雅迷人。在直播活动中，赵丽颖摆出各种各样的造型，除了替主办方卖力宣传，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了广大网友。近距离看赵丽颖，她清纯唯美，灵动温婉，非常让人喜欢。五官小巧玲珑，颈部线条柔和流畅，是位典型的淑女形象。直播间主办方让赵丽颖写毛笔字，赵丽颖也不胆怯，脸上透出甜甜的笑容，并说好久没写字了，不知道能不能写好。手拿毛笔写字的时候，那姿态真叫个美啊！上半身酒红色修身设计，下半身裙摆白色印有酒红色裙摆，彰显小蛮腰。赵丽颖边说边提起笔，只见她运笔非常标准，字写的也算中规中矩。不久之后，一个康字就写好了。直播间里的赵丽颖和粉丝互动也是比较甜美，每个动作尽显优雅可爱。现在的颖宝越来越成熟稳重了，也越来越精致了，知性优雅成熟范越来越浓郁。不得不说，赵丽颖很适合泡泡袖低胸的衣品，这种款式的风格也特别符合她的气质，温柔甜美，俏皮可爱，如今又掺杂着一种成熟气质，真是把女人的魅力诠释得淋漓尽致。在春晚彩排上看到赵丽颖穿红色泡泡袖低胸红裙，性感迷人，裙摆采用高开叉包臀设计，秀出笔直傲人的美腿，脚踩黑色高跟鞋，清新又浪漫，美得毫不费力。红色穿出来不仅显得清新亮丽，看起来还特别喜庆，肤色白的女性可以尝试这种红色裙子。红色穿出来不会过于热情，也一点都不冷淡，浓烈之中还带着一丝温和，穿上这种红色系，于人群中脱颖而出，却不过于张扬。红色为是百年不变的经典色系，从不过时，穿对了还会显得洋气时髦，高级感满满。对比去年春节申万我聊到的赵氏红色，您还有印象吗？赵丽颖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披肩，戴着精致的耳饰，看起来特别吸人眼球，就是脖子里低调到连根项链也不戴，难道这是为了展现自己的脖梗和锁骨吗？无论怎么穿搭都美得令人陶醉，她的美是大家公认的。身上这套红裙看起来简约却不简单，穿出来非常减龄，透露着满满的少女感。总而言之，泡泡袖穿出来视觉上减龄甜美，特别适合长相清纯可爱、身材清瘦、比较小女人的风格。穿衣风格能展现一个人的性格，从衣品看人品，什么样的风格就是什么样性格。在申万我的眼里，对王一博的芯片而言，也是什么样的排期需要什么样的应对。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比方说专业领域的专家们都不看好貌似垫底黑色底调的无名，
那么在红色春节绝地反击的办法就没有了吗？说白了，要看人，也就是团队。为什么新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异常强横的《流浪地球2》《满江红》，连王炸姐姐赵丽颖力撑的深海也毫不怯战。那么您说为什么呢？或许所谓的知己知彼，就是最基本的硬核原因之一了。每年的春节档都会出现神仙打架的局面，今年也不例外。目前春节档已经官宣定档的影片有7部，这其中包含5部真人电影以及1部动漫和1部动画片，与往年春节档影片题材构成十分相似。不过从今年的春节档来看，各具优势，不像去年的水门桥拿下春节档的票房冠军毫无悬念。但今年春节档的几部电影依然看点十足。2位百亿影帝吴京、沈腾正面交锋，但这其中最有可能绝反、最有可能黑马的，反而就是王一博的新片了。满江红主演沈腾、易烊千玺。满江红这部影片光是官宣演员阵容后就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单是主演的沈腾和易烊千玺的票房号召力就已经十分强劲。沈腾这几年接连交出了《你好，李焕英》、《疯狂的外星人》等多部春节档电影。除此之外，还有《西红柿首富》、《飞驰人生》、《独行月球》等也拿到了亮眼的票房成绩。此次在《满江红》中，沈腾饰演小兵张大，虽然是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在影片中的设定至关重要。而与之搭档的易烊千玺则是新生代演员中公认的实力派，而他将在影片中饰演清兵营副统领孙军。2位演员的年龄与其饰演的角色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更年长的沈腾反倒是个小兵，而相对年轻的易烊千玺却是副统领。单是从这种人设就能感受到这部影片的轻喜剧色彩。除此之外，在这部电影中还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演员，比如与张艺谋合作过数次的张译，以及凭借着《人世间》拿下最佳男主角的雷佳音，还有相声演员岳云鹏、潘斌龙、郭京飞、欧豪、魏翔等演员，阵容空前强大。再加上张艺谋这几年推出的影片都有着不错的口碑和票房成绩，此次竞争春节档的票房冠军的确有着很大的胜算。流浪地球2主演吴京、刘德华。由郭帆执导的《流浪地球》在2019年拿下了票房总冠军，当时的吴京凭借着《战狼2》名声大噪，担任主演的他也同样具备着强势的票房号召力。长津湖和水门桥这2部由吴京主演的影片一举拿下近100亿的票房，更是让吴京在大荧幕独领风骚。时隔4年，郭帆潜心制作的《流浪地球2》也选在今年的春节档上映。这部打开中国科幻电影大门的影片，一直都是国产科幻电影中的一枝独秀。可想而知，前作揽获的观众大概率会为这部续作贡献票房。再加上这部影片的主演依然是大家熟悉的吴京，能够让观众找到亲切感的同时，也直接保证了影片整体的演技水准。而刘德华的加盟必然是一大加分项，这样的演员阵容同样让人挑不出错。流浪地球2最大的优势莫过于其科幻题材，虽然这部影片打开了中国科幻作品的市场，但鲜少有像样的科幻影片推出。被赋予高期待的流浪地球2只要品质过关，有望再次拿下超过40亿的票房。熊出没，伴我雄心。每一年的春节档都会如期与大家见面的，一定会有熊出没动画片。这一系列作品的票房十分稳定，几乎没有可能成为春节档的票房冠军，但受众群体几乎没什么变化，因此在春节上推出熊出没系列的电影，对于制作方来说稳赚不赔。而今年的熊出没伴我雄心与早前的作品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亲情元素依然是主要刻画的方向，这是家庭观影群体最希望看到的故事情节。虽然有些老套，但对于动画片而言却是屡试不爽。可以说熊出没的票房在今年的春节档是最没有悬念的，尽管注定了要在排名的后几位，但制作方不至于赔本。交换人生主演雷佳音、张小斐。目前定档的这些影片中，喜剧向最为明显的一部影片是雷佳音、张小斐主演的《交换人生》。本以为去年春节档草草撤档的《超能一家人》能在今年上映，但至今为止都没有任何的消息，而《交换人生》就成了今年春节档独树一帜的国产喜剧电影。要说每一年春节档最受欢迎的影片题材类型，当属喜剧。
贾玲首次自导自演的《你好，李焕英》，虽然剧情没有那么出彩，讲述的故事也是较为煽情的亲情，但依然拿下了过50亿的票房成绩，不但成为了春节档的票房冠军，也直接登上了国产电影票房排行榜的前3名。而在去年的春节档，即便是马丽、魏翔主演的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也拿到了近30亿的票房成绩，足见这类题材在春节档的受欢迎程度。交换人生的故事设定虽是老梗新用，主打的依然是身份交换，但2位主演雷佳音和张小斐有着不错的观众缘，尤其是张小斐自《你好，李焕英》之后一直没有推出新作，但观众对张小斐的认可度颇高，很是期待他能够有更出彩的作品推出。单看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的确没有《满江红》、《流浪地球2》和《无名》更强势，不过题材还是赢在了起跑线上。即便交换人生的票房成绩无法拿下春节档的票房冠军，想必也会是今年春节档的票房前3。5. 中国乒乓主演邓超。同样选在春节档上映的还有邓超自导自演的《中国乒乓》，这部作品既占据着一定的优势，但也有鲜明的劣势。在这之前同类型的作品如夺冠，即便有巩俐的加持，还有名导陈可辛，但最终依旧反响平平。这类题材的优势并不突出，虽然选在春节档这样佳作容纳量更高的档期，中国乒乓也很有可能因为题材的原因被大家观望。想要有出彩的票房表现，必然要在品质上下足功夫，只有口碑提上去，才有可能超越同档期的其他电影。而此次担任主演的邓超虽然有着庞大的粉丝群，但从其执导或是主演的一众电影口碑或是票房来看，顶多算是中规中矩，并没有太过亮眼。综合邓超过去的总票房，排在中国影人的第11位，也有过《美人鱼》、《乘风破浪》这些优质佳作。但邓超担任导演执导的电影水准依然让人无法预判。不过可以期待的是，这次邓超不再执导喜剧，而是对准了竞技运动类的题材，并且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很有可能发挥出其导演的潜力。在这部影片的预告片中，还看到了邓超的妻子孙俪的身影，其饰演的依然是邓超的妻子，也会为这部影片加分不少。6. 深海。深海这部作品敢于在今年的春节档上映，的确让人佩服他的勇气。虽然国产动漫也推出过像哪吒之魔童降世这样的优质作品，票房高达50亿，但在这之后同类型的作品票房表现并没有那么亮眼，即便是选在春节档，也很有可能沦为陪跑的炮灰。不过深海并非是一部毫无优势的作品，其制作团队曾经推出过大圣归来，这部作品比哪吒之魔童降世更早上线，并且收获好评如潮。如果在制作水准及故事内容上能够达到大圣归来的高度，深海很有可能成为今年春节档的一部黑马影片。再加上深海这部作品制作周期同样很长，目前放出的预告以及剧照都极具吸引力，画面绚丽多彩，还融入了科幻元素，只要将这些类型都把控得当，不失为一部优质的国漫。所以赵丽颖积极打 call 实在是童心未泯，加上信心十足，没办法，新年合家欢，爆米花必备。深谙我的直觉，您认同不？7. 无名主演王一博、梁朝伟。在今年春节档的一众影片中，王一博、梁朝伟主演的《无名》有着强势的竞争力。虽然这是王一博的首部大荧幕之作，他的票房号召力还未像易烊千玺等演员一样经过市场的考验，但作为当红顶流，王一博能够为这部影片带来的人气和热度不容小觑。预告片中的王一博演技在线，即便是对阵梁朝伟、王传君这些公认的实力派影帝级演员，也丝毫没有露怯，这就保证了王一博饰演的主角不会让观众出戏。从今年春节档的7部影片来看，每一部影片都有其独特的优势，但究竟最终票房冠军花落谁家，目前还难以预判。不过最具竞争力的依然是几部真人电影，尤其是王一博、梁朝伟合作的《无名》。早在宣传阶段就拥有了未播先火的摩托高人气、旗袍高预期，此次定档春节，深谙我相信3年以来的头一个解封消费潮，必然会让电影蛋糕膨胀一下，因此会有不错的票房收获。更重要的是，这几年国产电影市场上像《无名》这样的谍战题材作品十分少见，光是在类型上就已经超炫超悬疑了。《
无名这部作品还是博纳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前几部影片如中国医生、长津湖、水门桥都拿到了亮眼的票房成绩。作品质量在线，无名翻车的可能性是博纳担心和考虑的，要不然申万我也不会毅然决然全网首个率先踢爆王一博跨年压轴闹剧背后的那些资本的嘴脸了。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申万我一直都在积极推动、践行和倡导道义有道，切莫瞎搞。无名的悬疑特色是超级明显的，只要有的放矢，贴合春节的红火氛围，调整有趣的舆论风向，切合路人的观影心理，有力的影评走势，是完全可以调整的。当然了，此类的策划书，申万我都已经有了底稿了，相信真正的团队是想不到的。无论如何，对于王一博而言，这是首次试水大荧幕，有影帝梁朝伟的助阵，还有周迅、王传君等演员加盟，只会让王一博遇强则强，展现出自己的演技潜力。这种马上袭来的大银幕才有的超近距对比感，您期待吗？而王一博真心期待中的有料由衷的影评，您又准备好了吗？您没准备好的话，肖战已经看好了，因为男二搭的消息又在传出，而且还是博纳以及另外一位超级重磅的大佬。申万我说过，娱乐圈太小，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所以赵露思也会心思思。2月份巴黎有时装秀，很多内地的艺人会参加，赵丽颖合作的品牌方想要安排她去，她团队已经在调整行程了。除她之外，赵露思也想去，她的团队在叫合作的品牌走动关系。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不得不说，25岁讲究的是勇往直前，35岁讲究的是老谋深算。一部作品拉风拉人气之后，幸运之门自然而然都会顺次开启。演员的本分就是演而优则进阶，流量的本分就是钱越多则巴适。因此演员赵丽颖花香总有蝴蝶来，流量赵露思花钱总能导流来。有时候这种双向奔赴特别有趣。大家都听过，也晓得资源咖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资源咖，因为他们觉得角色都是自己一个个试镜过来的，很辛苦才拿到了角色，他们压根不会意识到没资源的艺人压根接触不到那些资源，面试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从丑小鸭长成白天鹅的赵丽颖明晃晃懂得什么才是扎扎实实的眼神演技，什么才是实实在在的底色基石。当然了，资源依旧是个好东西。网传博纳新电影传说备案，是成龙、金喜善主演的电影神话的续作，编剧唐季礼。梗概：传说为电影神话的续作，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苍凉壮美的西域风景，野性奔放的公主，骁勇善战的将军，似曾相识的梦境。我穿越千年，只为再救你一次。主演拟邀成龙、王一博、张小斐、肖战、倪妮，博君一笑再次重聚，您的期待值有多高呢？